要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游戏， Street Fighter II 必定榜上有名。除了游戏开创性的玩法，个性鲜明的角色也是当时玩家间讨论的话题。而游戏中的春丽，直到现在都有着极高的人气。本期就来介绍下春丽之父，同时也影响了 Capcom 和格斗游戏发展的画师安田朗。安田朗笔名 Akima，1964年出生于北海道串路市，不过幼年生活在一个叫服部内的乡下小地方。可能因为这段经历的关系，安田朗表示他非常喜欢和向往城市生活。当时受萨尔瓦多·达利和爱德加·窦加的影响，是个喜欢美术的孩子。他在上国小1年级时是个受同学欺负的小孩，察觉到这个问题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大家赞赏他画的龙狮，引来同学们的围观，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从这以后，安田朗不论是上课时还是在家中，全身心投入了绘画的世界。当时在他自己准备的画册里，从电视动画的魔神 Z 和盖塔机器人到女性的裸体素描，投入了大量时间反复磨练画技。虽然学习成绩变成了班级垫底，但他的绘画作品多次入选北海道当地的展览会。在安田朗还是初中生的时期，就自认擅长的只有画画。因受到插画家横尾中泽和山口春美的影响，对广告插画产生了兴趣。高中毕业后，他想自己的绘画水平已经是北海道最强，如果在东京的话，是否也算画技顶尖的人？于是他抱着这一想法，于1983年进入专门学校东京设计师学院，以新闻奖学生的身份在专门学校上课。进入学校后，他发现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画过画的人，而他则每天都要早起，然后去送报纸，回学校上课，然后睡觉。就在这无趣又单调的日子里，某天学校的前辈买了一台 PC-6001，为他演示了如何通过输入程式在电脑上作画，令他大受震撼。无论如何自己也要在电脑上作画，于是他便购入了一台 Pasopia 7。1年后，安田朗离开了学校，个人解释是因为太困，白天就窝在报社楼上的房间里，用 Pasopia 7电脑默默地画画，逃避现实。在 Micron Basic Magazine 杂志上读到了远藤雅伸关于铁板阵的制作连载，文章中的世界观设定也让他觉得非常新鲜。在那个时代，角色可以使用的颜色只有4色，但铁板阵用了3种灰色做渐变，让角色看起来有很强的金属感。以此为契机，让安田朗对像素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来方格纸，并在上面标好坐标，将指定的坐标用线连接后，就是一张完整的图像。得益于这段经历，他后来进入 Capcom 后，很快就可以上手绘制点阵图。从报社辞职后，他选择进入 Miyuki Production， 成为了动画师，为 Compra Kid 和北斗神拳画过原画。因为过低的薪资，只做了几个月就辞职了。在这之后，还经历过多次就职失败。当时的女友看着无业在家无所事事的他，勒令他出去找工作。他从招聘杂志中找到一家广告公司的招聘启事，决定碰碰运气。于是安田朗在21岁生日的前3天去参加了面试。可他到了之后才发现，这家公司并不是广告公司，而是一家游戏公司。关于安田朗的许多趣闻，最早出现在 Gamist 专栏中，由冈本吉崎讲述。不过他后来在个人推特上否认了许多内容，表示有不少夸张的成分。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穿着女友睡衣去公司面试。当时的面试官冈本吉崎看到他奇怪的装束后大为震惊，而且没有带任何个人作品。在被问到为什么没有作品时，安田朗回答，因为画得太好都被朋友要走了，于是当场画了一张。在看到他的画后，冈本吉崎认为这个小子不一般，于是将其录用。可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并不是穿着睡衣去面试，穿女友睡衣上班是进入公司后的事。他是拿着动画师时期的作品去面试的。作为入社考试的一环，被冈本吉崎要求现场画一张在奔跑的人，由于太过紧张反复重画。就在他又要重画的时候，冈本吉崎却突然说不用画了，过几天就来上班吧。后来安田朗回忆，虽然没有画完，不过冈本吉崎应该是通过他画的过程判断出可以录用这个人。关于面试还有另一段内容，
是说在面试结束后，他提出如果被录用的话，是否能按日薪结算，因为现在已经没钱坐电车了。安田朗本人回应，没钱坐电车上班是身为动画师时期的事，在 Capcom 面试时提出的申请是按周薪结算。总之，安田朗在1985年以打工的身份进入 Capcom， 几乎负责了 Capcom 黎明期所有作品的海报，之后主要负责游戏企划兼点阵绘图员。因为讨厌打卡，所以安田朗经常在公司过夜。在东京工作的话，加班费是700日元，而大阪则是500日元的夜宵补贴，所以他经常加班。点夜宵时经常尝试各种食物的搭配，比如咖喱饭加米饭。因为绘制经历角色比较难，所以安田朗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设计游戏《Sidearm》绘制背景。刚进入公司的安田朗就被安排黎明部下。在那个游戏黎明期，大部分职员都是素人，所以安田朗在某种意义上更专业。当时 Capcom 的职位等级是策划、角色、背景，因为不喜欢背景绘制的工作，安田朗甚至还擅自制作了游戏的开场 OP。为了能调换岗位，他还经常尾随当时的上司去厕所，请求为他更换工作内容。可能因为之前擅自制作的 OP 展现出安田朗一定的实力，于是上司同意把他调往西谷亮的小组。从此开始接触游戏制作中最核心基础的内容，因为喜欢进行游戏企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而内容调整则由西谷亮负责。自此，两人也成为类似游戏企划组合的存在。两人的第一款作品是 Lost Words， 最初的设计是类似魂斗罗的横版射击游戏，可冈本吉起看后不是很满意，要求他们发挥想象，不要局限于普通的射击游戏。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设计，为游戏加入了可控制角色变换角度的旋钮按键。因为是 CPS 系统的第一款作品，所以上层希望能做出一个爆款游戏，因此在开发时尽可能让游戏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加入商店系统，每一关的杂兵都使用了不同的图像素材。因为石本宪三提出背景中加入建筑物的要求，于是在紧迫的开发时间内，尽可能加入有建筑物的场景。游戏开发耗时2年，虽然在制作上费尽心思，可实际销量却并不好。射击游戏在当时已经不再受关注，而游戏时长也会影响投币率。除此之外，当时使用的一兆 ROM 的制造成功率低，市面上存量很少，这就导致了机台量产无法达到预期。这次失败的经历让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的安田朗意识到省去工作上无用功的重要性。在 Lost Words 之后，冈本吉起边看游戏开发计划表边问安田朗，还有个 Street Fighter 2的项目，安田要参加吗？安田朗斩钉截铁地表示加入。当他还在为新作开发充满期待的时候，突然被告知这次可用在图像上的容量只有 Lost Words 的一半，相比初代也只有2/3的容量。在这种条件下，无法制作出令人满意的续作。最终，出于各种因素， Street Fighter 2的开发转变成了 Final Fight。Capcom 是一家非常重视海外市场的公司。安田朗去美国考察时，发现外国人喜欢的是更张扬、注重个人力量的内容，这让原本只画科幻和幻想类的内容的他做出了改变。关于 Final Fight 的开发故事，可以去看上支影片，这里就不详述了。最终，通过巧妙的资源分配和素材复用，完成了本作的开发。由于 Final Fight 的热卖，让本作的开发环境大为好转。在 Final Fight 之前，安田朗已经写过一些角色设计草案，以这个草案为基础，开发组众人纷纷提出自己的设计，决定游戏中要使用的角色。在制作游戏中的春历时，刚好是安田朗最繁忙的时期。除了 Street Fighter 2的海报绘制，还被要求绘制 Magic Sword 的海报，而且他当时刚被升为课长，必须参加课长的研修培训。安田朗回忆起当时仍令他叫苦无迭，虽然已升为课长，可点阵图的绘制仍然需要他亲自参与。之所以亲自负责海报，首先是为了体现出这是懂游戏的人绘制的，还有就是曾经在游戏展上看到 Capcom 展台门可罗雀的情况，于是抱着一定要打败其他公司的信念进行绘制。虽然辛苦，但当时大家都斗志满满的进行工作，熬夜也是家常便饭。在推出 Super Street Fighter 2时，
安天朗觉得至少要加入4名新角色，否则开发的意义不大。虽然在设计飞龙和 DJ 时遇到瓶颈，不过工作内容太有趣，所以干脆在公司住了整整2个多月。当时主要负责布兰卡点阵图的人从公司辞职，所以这就变成安天朗的工作。另外加米的待机和走路动作也出自他手。之所以只做这部分，主要因为负责角色的人员很不擅长这2个动作，所以由他来救场。Super Street Fighter 2的渲染画面中，春丽的头像本来已经由安天朗绘制完成，可冈本吉喜却让其他人对眼睛进行了修正。得知这一情况的安天朗对修改的人大发脾气，大喊一声“大混蛋”，然后直接冲出了 Capcom。Street Fighter Zero 初代是当时社内新人掌握主导权的作品，所以与安天朗的关系不大。而本作的推出主要是为了强化 CPS1 的基板库存。虽然在了解情况后他表示理解，可对于不加入本田当老角色以及游戏重复之前的套路，这些都令安天朗大为恼火。在 Street Fighter Zero 2的时期，开发组员吸取上次的教训，会主动来找安天朗进行确认。本作中的鹰就是安天朗设计的角色，可这个角色也差一点胎死腹中。当时安天朗兴冲冲地将设计稿交给开发组，结果却被不留余地的否决。于是气愤的安天朗直接躺进了桌子底下小气。好在被偶然路过的冈本吉喜看到鹰这个角色，才得以复活。1998年，安天朗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有限会社 Akima。其实这个公司是为了避税而设立，是冈本吉喜擅自起名，然后才告诉他。而办公地点仍然是在 Capcom， 安天朗依旧是公司的职员，只是在形式上脱离了原公司。Street Fighter 3 对于安天朗来说，可能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也是导致他离开 Capcom 的契机。当时的工作量大到压得他喘不过气，除了游戏设计方面的内容外，还要负责人员管理，同时还要学习最新的技术等。在这一时期被人说，你所培养了部下的成长就是你最大的成果，不知是触动了安天朗哪根神经，他便从此开始考虑从公司辞职的事。同期除了在负责 Star Gladiator 外， Street Fighter 3 Third Strike 中春丽的点阵图也被交由他负责。因为当时实在找不到能做的人，不过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于是安天朗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心血，同时也因为耗时太长而影响了开发。不过通过角色丰富细腻的动作可以看出安天朗对春丽是真爱。在本作之后，安天朗离开日本去了美国3年，回国后便辞去了 Capcom 的工作，正式成为自由画师。作为一个不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人，他总觉得有一天自己终究会离开 Capcom。 游戏画面从点阵图变成 3D 的时期开始，这种想法越发强烈，总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的画技可能会被荒废掉，而自己的技术也不再符合时代的变化，于是选择了离开。1999年，安天朗在得到公司允许的情况下，为动画 Turn A Gundam 设计角色。作为第一次参与的动画作品，他表示在角色设计上与游戏人设有着很大的区别，动画更注重特写精简画面。为了体现自己对 Gundam 的热爱，全身心投入了这项工作。在绘画上，安天朗经常会尝试不同的绘画技法，他一直想尝试将油画和动画的风格进行融合。为了找出这个平衡点，所以在技法上不断进行各种尝试。作为一个从小就喜欢绘画的人，希望能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安天朗在 Capcom 的那一时期，除了亲自参与多款游戏的美术与点阵图绘制，还为 Capcom 的2D 角色确立了独特的动画风格。他还培养了 Capcom 插画团队中的西村娟和班 gas 等成员。上世纪90年代进入公司的画师几乎都有受到他的影响，也因为直言不讳地评论过去的工作和喜欢讲荤段子而引起过争议。此外，虽然身为知名插画师，却很反对游戏中突出宣传角色画师的做法。在他看来，每个角色都是各个工作人员的共同成果，不喜欢那种只突出插画师名字的游戏，而是认为角色是由众多制作人员共同打造的。在食物方面，安天朗酷爱鲑鱼罐头，据说只要动了筷子就会无休止的吃，也因此在 Capcom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在他身边绝不能有鲑鱼罐头这一禁忌食材。安天朗曾有过一段8年左右的婚姻生活，在那之后便一直是独身。
关于与妻子离婚的原因，曾被传是因为他既不洗澡也不刷牙，个人卫生问题让前妻无法忍受。不过这个传言也被他本人否认过，就像他自己说的，人们一般都会选择相信自己相信的传言，真假并不重要。离开 Capcom 后，安田朗主要为 Sunrise 等动画公司绘制插画和人设，其中的作品有 Terry Gundam 的角色设计，以及 Overking Gainer 和叛逆的鲁鲁修的机械设计。近年除了开办个人画展、发售同人志和画集外，也为多款游戏绘制游戏人设，如 Square Enix 的《星海游侠5》和6的人设绘制。当然也有少量来自前公司 Capcom 的插画委托。作为一名对游戏美术有着深远影响的插画师，在技法和对待作品的态度上无可挑剔。不过他个人的部分言行也有饱受争议的地方，但个人认为这种反差也不失为一种个人魅力。希望今后他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充满魅力的角色与设计。最后再插入一个关于安田朗奇葩行为的内容，大约在 Street Fighter V 发售1个月后，有人去安田朗的工作室拜访他，打开门居然发现了倒在门口的安田朗。来访者被吓傻了，一直喊着安田老师您没事吧。醒来后的安田朗解释道，因为知道今天有人来访，但怕自己睡着后听不到敲门声，于是选择睡在了玄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还不错，那么就请点赞、订阅、留言，我们下款游戏再见。